耳塞能不能说是现在最成功的耳机品类？这玩意儿从最开始的有线形态到无线但有线的形态，再到后面的 TWS， 到2022年的时候，全球 TWS 耳机足足出货了2.8亿对，平均每秒就卖出去88个。基本降噪也终于从大耳专属逐渐变成常见的功能。一搜降噪，100多到1000多的都有的挑。你现在用的耳机有降噪吗？你知道现在150不到就能买到一只降噪耳机了吗？那我就很好奇了，那这些便宜的降噪到底怎么样呢？到底能不能放心的买回家呢？于是我又傻逼买了这一坨耳机来看看这个问题，绝无恰饭，放心观看。小伙伴们投个币回血呀！这回我买来的耳机主要都是集中在200到400元之间，看现在主动降噪真正的入门价位在哪里。那东西都准备好了，赶紧加个收藏，我们就正式开始吧。来，第一个耳机。不过讲之前呢，我先放一段降噪效果对比，小伙伴们猜猜看，它们分别值多少钱？降噪开，ANC on。左边呢是139的知名小厂 QCY， 右边呢是300块钱的国际大厂 JBL。我都很难想象 JBL 竟然能做出这种垃圾。先说说它的优点，音质还不错，声音偏低频一点，我个人会觉得有点闷，适合东次大次的朋友。OK， 优点说完了，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形状，有棱有角，塑料质感拉满，边缘甚至有点滑手，本身又大只，塞进耳朵里面就一个字：难受。好，佩戴见仁见智也就罢了，这里要划重点了，这个耳机居然没有佩戴检测。所有高于200块钱的耳机都不应该没有佩戴检测的功能。要知道199的 Anko Air 2 Pro 都有，没有佩戴检测就意味着耳机根本就不知道在不在你的耳朵里面，摘下来了也不会暂停播放。乍一听好像也还好，其实它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，比如说它没有办法屏蔽误触。拿下耳机，触摸的那一面，只要碰到手掌心，就会开始暂停、降噪、通透、乱切。再比如，没有办法自动待机省电，尤其是对于主动降噪耳机来说，主动降噪是很耗电的。摘下来以后，主动降噪就会关闭，同时暂停音乐来省电。没有佩戴检测就做不到。小伙伴们自己去挑耳机的时候，也可以去问一下客服，没有佩戴检测的就别买了。那回到这个耳机来说，别说300块钱了，放在100多都很难说竞争力足够。剧透一下，后面这个耳机还有重量级的表现。下一个，这个耳机我真的，大家要先猜一下价格，给大家看一下外观。来，弹幕走一波，它的售价是149啊，不过当然这是活动价，原价249，但是这都不重要，因为。黑就代表透传模式，虚就代表降噪模式，就是普通模式。再看看这个人物立绘，选美贴在你的耳朵旁边说话。黑来着。人家是善解人意的好妹妹，这怎么能叫智商税呢？外观设计非常有想法，上面透明的区域干脆就没有盖子，轻轻一推就能拿出来。不过正经的说，这个耳机的降噪和音质只能说是正常水平吧，也没有佩戴检测，用起来其实也不能说很好用，毕竟没有盖子，你放在包里面，下一次拿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有点可惜啊，不然我肯定会因为这一个外观冲一只的。来，下一个。再来看一个反面典型吧，一看这个外形，肥版 AirPods 一打开，这不就是 AirPods 吗？有种设计师为了不被喷，专门做了点区别的美。所以有时候想要买一个山寨 AirPods Pro， 不一定非得看华强北，看看这些还在售后。但是仔细一看，不对。没学完，这里又是重点了哦。AirPods Pro 仔细看，其实在旁边留了一点空隙，用手拨一下就可以拿出来。这个耳机卡得严严实实的，根本拉不出来。更过分的是，耳机是反着放的。哦，对，这里补充一下，如果耳机是柄朝外，那就是正放；柄朝内就是反放。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大，用过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里面说一下。但是这种设计每次拿出来之后就得转一圈才能塞，取下来也得转一圈才能放。老实说，真的非常非常别扭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又不是没得选，为啥不选更好的呢？对吧？还没完，这耳机真的是人机交互的噩梦了。现在的耳机操作方式，主流的要么是触碰，要么是轻捏，它居然是敲击，靠震动来识别，操作起来的时候那就是直接打耳膜。你听听看这感觉。环境声模式，标准模式。
降噪模式。所以小伙伴们挑选耳机的时候，也可以去问问客服，这耳机是触摸的还是调机的，买错可就要后悔了。然后再看一下100多的 QCY 吧，别说这个就真的有点惊喜了。其实 QCY 呢有2款降噪耳机，一个是139的，一个是199的。这俩耳机一看就是供应商有啥用啥的那种，佩戴检测当然是没有的，但不到200我原谅它了。没有开盖检测，配对耳机的时候按住按钮，耳机确实是重置了，但是没拿出来，所以耳机没开机，所以就连不上。你得按住按钮之后把耳机拿出来开机，它才能连接手机。什么耳机管？不过它不到200。要什么自行车啊？139的和这个199的降噪差距很大。这里顺便科普一下，销售业所谓的降噪深度，其实参考性并没有那么大，或者这么说，太低的一定不好，但高的也不一定就好。我这里拿降噪深度差不多的几个对比一下。ANC on。你看，即使标注是一样的，还是有不少区别的，对吧？因为降噪深度只代表了降噪最大的那一个点，而影响我们听音乐的是一大片。回到 QCY 来说，139的这个跟 JBL 差不多，若有若无，但199的效果居然还不错，有明显的耳压感，平时用也还不错。而且作为不到200的 TWS 降噪耳机，它们居然还有 App。这 app 可不是只能显示电量的那种，能调通透程度，能调音效，自定义 EQ， 还有个连接弹窗，甚至还能插着耳机。你说高不高级？不过实在的说，它还是有不少问题的，佩戴做工也不算很好，而且也没有佩戴检测。但是它139哎，你买10个都不如 AirPods Pro 2贵。哎，等会儿看了这几个耳机之后，咋听起来各有各的毛病啊？那是不是可以直接下结论，便宜的降噪果然是垃圾，买不得？那也不是，虽然刻板印象是术业有专攻，但是在 TWS 这里，手机厂商反倒更稳健。手机厂商身经百战的产品经理处理这些问题真的轻轻松松。前面的问题在手机厂商的 TWS 里面很少遇到。最新的耳机里面，除了小米为了设计是反着的，其他清一色的正放。而且所有的耳机都很容易拿出来，都是触摸或者是轻捏操作，都有佩戴检测，就连199的都有。加上手机厂商的配套软件简洁好用完善，可以这么说，手机厂商造耳机不出意外的话是不会出意外的，可能这就是降维打击吧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他们的音质和降噪表现，来对比一下1000元旗舰和300多的耳机有多大的区别。怎么样，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？1000元耳机竟然不能吊打300多的耳机，所以我建议呀，如果怕不稳，直接在手机厂商里面挑耳机就好了。那很多小伙伴可能就想说了，那我是不是什么样的品牌的手机就必须要选什么品牌的耳机呢？是，但又不是。其实选同品牌的逻辑，无非就是有弹窗动画、自带调节界面、格式兼容更好。我也实际测试了一下，列了一个表。vivo 耳机连其他家没有查找耳机弹窗的功能 ，aptX lossless 降级成 aptX adaptive。OPPO 会丢掉查找耳机的功能，但音质和弹窗不受影响。小米重量级，音质直接从 LHDC 下降到了 AAC， 弹窗和查找耳机也没了。更离谱的是，耳机的延迟也会有区别。这里我把每个耳机和欧米3家的手机连接起来，有游戏模式的都开着游戏模式，测试了一下延迟，这来来回回足足连了45次，累死我了！这不得给我整俩硬币？还别说，差别真的还挺明显。JBL 的耳机果然是重量级，平均接近半秒的延迟，而 vivo 的延迟就100毫秒左右。在手机里面呢，小米的平均延迟是最大的，没有一个耳机能在小米手机上低于100毫秒。但无论是什么厂商，连接自家的耳机的延迟都会更低一些，所以打游戏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表格。但音质上面差距就没有这么大了。我拿 vivo 来举个例子哦。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？那如果要细说一点呢，这里面音质最好的是 vivo TWS 3和 iQOO TWS 1。别说同价位了，越级打一下三星 Anko X2 其实也不虚。要说有差距，也就是在降噪上面比旗舰差一点，他们俩的售价都在370左右。总体来说，比相同价位的 OPPO Air 3效果更好。甚至我建议别选300出头的红米 Buds 4 Pro， 几十块钱换来这种提升很值。而200多的价位其实并不是他们第一级的产品，而是上一代产品。比如现在最新的是 Free 3，那 Free Ri 就会降一点价继续卖，这就很好玩了。OPPO 的 Free Ri 其实音质和这一代的 Free 3相差无几，甚至降噪我感觉还要更强一些些，价
格却便宜了100多，只要269，体验和音质都挺有性价比的。而 Anker Air 2 Pro 更是重量级，直接到了200以内，降噪甚至比红米84 Pro 还要强，也没有任何廉价的感觉。你看这个小镂空，这个半透明，甚至还有点设计感。老实说，它的音质是不如 QCY 的，但交互体验、售后这些就要强太多了。总而言之呢，如果想要打游戏的，尽量还是选择本品牌的耳机。这次试下来的结果真的让我非常的意外。我本来以为要到700-800左右的降噪耳塞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，但实际300多的价位，那坐飞机啊、坐地铁都能很清楚的听音乐了。音质甚至不需更高价位的耳机，完全没有必要盲目选择1000元级别的旗舰，留着钱等洗衣机洗坏了换不好吗？哎，我真是无语了。我出差回来，哎，又洗了一个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是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